开始用到的毛笔还是这两种啊，两种中楷，一种小楷的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还是这两种毛笔。我们今天画一个新的啊，新的小品。调墨，先调墨，先调这个淡墨，蘸一点的墨，稍微调出淡墨，然后在笔尖部分，重墨。我们先画山石的部分，就是近景的啊，近景山石的部分，先勾结构，山石的结构。用笔呢，中锋用笔，注意这个线条的转折，粗细的变化。我们看这个线条的变化啊，因为要画出来，线条提摁，用笔的提摁，转折。我们先画近景的这块山石。山石，这就是开始山石的结构。看最前面的、后面的，这是右面的，我们都要处理出来。这是一组，我们现在处理后面的这一组。我们勾的时候啊，看我们线条这个变化，线条转折、粗细，这浓淡都要把这个墨的变化表现出来。这是前面的，后面呢，我们再处理稍微淡一点的，也是随着那个我们毛笔中墨的浓淡变化，自然的就可以出来。
这就是静静的啊，一块山石。我们可以安排上面一棵树啊，调墨也是淡墨啊，稍微的调一点，用清水，因为我们毛笔中的这个水是清的啊，我们蘸的是清水，然后在笔尖的部分调墨，稍微重一点的调一下，因为我们画的是点叶的树啊，这是一种点叶的树。先画枝，先画树枝，然后点叶。点叶树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叶子的墨的浓淡干湿。我们画一个这前面的这一组点叶的树啊，也是先从树尖的部分啊，树梢的部分开始画，先画树梢的部分。在你毛笔中越来越淡的时候，我们就画下面树梢的树根的部分。这是到这树尖，下面是树根，这时候我们这个墨就比较淡了。这是一组。前面是点叶的时候啊，我们后面可以用蘸的比较淡的树枝，因为我们是这个墨是比较重的啊，我们后面画这个树枝的时候要用稍微淡一点的。也稍微淡一点的。和我们的前面的重墨呀，它要有一个区分，浓墨淡墨的区分。这样看，前面是重墨，后面是淡墨。树的前后关系，这样在墨色的变化上就区分开。看我们
这是更加淡一点的。看我们这个树的结构啊，如果这样一个斜线的话，我们稍微的要破一下，稍微破一下。看，这是前面重的墨色，后边是淡的墨色，给人关系一看这个树的关系，前后层次的关系就交代清了。这是我们近景的山石，然后我们要处理左边这一组。还是我们要先用墨的时候啊，先要把毛笔中的残余的墨要涮干净，就是说这个毛笔中的水是清水啊，清水。然后在笔尖的部分调一下淡墨，调一下淡墨，然后淡墨调好了以后，稍微调一下，调好。然后在笔尖的部分啊，稍微的蘸一点点的重墨、浓墨啊，但是不要太多。我们再调一下，这重墨也不是说蘸了就用啊，也是要稍微的调一下，对吧？稍微的调一下。这样的墨色变化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的啊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是不是？前面的是稍微重一点的，中间是稍微淡一点的，到我们笔杆的部分就是清水。我们画树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用笔啊，中锋用笔，墨色略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我们画叶子的时候用墨可以给这个湿一点，但是画树干的时候啊，要稍微干一点。我们先画左边第一棵树，中锋用笔，也是先上先左，先画左边的结构，先画左边的结构。用笔呢要用中锋，注意啊，注意这个，一直强调中锋用笔。看它线条的变化啊，线条要有粗细的变化，提摁，大家看是不是它这个线条，对吧？你提起来的时候，它线条就是细的啊，我们摁下去的时候，线条就是粗的，一定要有粗细的变化。先上，自上而下，先左后右，这是画树的最基本的。我们可以出一些小的枝杈，出一些小的枝杈。我们画叶子的时候啊，可以稍微的水分稍微的多一点。出锋多少厘米？这个出锋就是3厘米吧，就是尖毫的，就是中白云就可以。
我们可以画前面的这一棵树，也是从树尖的部分开始。哦，是叶子是吧？我们就是墨啊，水分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因为现在我们北尖的部分啊，这是墨是比较重的。我们先画树梢的部分，也是啊，我们勾这个树干的时候一样，画叶子也是从上而下。也是先画上面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毛笔中的墨色是比较重的，我们先画上面的，然后靠近根部的部分是墨是越来越淡，这就是这个墨色越来越淡。然后呢，这个毛笔中的墨呢也是越来越干，越来越虚。这一棵树上浓墨、淡墨、实的、虚的，它都有个墨色的变化。它都有个墨色的变化。所以我们画这个山水画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用墨。然后我们再把毛笔清洗一下，还是我们画第二棵树，淡墨调淡墨，稍微在笔尖的部分加一点点的重墨，再调一下。后边的第二棵树也是啊，先画上面，自上而下，一定要注意啊，画丛树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树的高低错落？它大小、高低造型都要有变化啊，不要画成一排一排的啊，一定要有个高低错落的变化。稍微的露一点根，一定要画出这个树与树之间的空间关系，浓的、淡的、干的、湿的，这个一定要画清楚。勾完树干，我们可以勾小枝，也可以勾小枝。前面要是这种点叶的话，我们后面一定要变化一下，要变化一下。我们可以画一种点叶的叶子，
看看也是啊，也是在我们毛笔尖墨稍微重的时候啊，我们画树梢的部分。我们画树梢的部分。随着这个笔中的墨越来越淡，我们就画树下面的部分，靠近树根的部分。靠近树根的部分。稍微画叶子的时候啊，稍微的让墨稍微的水分多一点。看前面的墨，这是前面那个树的墨色。我们后面的树的墨色一定要这个淡于前面这棵树的墨色。要淡于前面的墨色。这样是2棵点叶的树啊。点叶树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用别的树去穿插一下，不要说点叶树、传子叶树，这样比较单调啊，它没有变化。我们稍微用别的一种树去穿插一下。也是啊，稍微比这个2个树的墨色啊，一定要淡，一定要淡。如果只是大纸，相对来说啊，我们要画小卡的时候啊，我们画现在这个尺寸的时候，这个出枝的时候当然是比较短一点。要是画大画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树枝啊可以长一点，树干也可以高一点，都是按这个画的比例我们去画。稍微用别的树去穿插一下。这是近景的两棵树，可以在这空的位置啊，稍微用别的树稍微穿插一下。然后我们画左边的山石。我们这次画的这个小品啊是小桥流水，所以说我们前面的位置留的这个小溪的位置啊，
也是啊，稍微调一下墨，稍微调一下墨。看，我们调墨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那墨调熟，多调一下啊。然后画前面的这组山石，中锋也是中锋用笔，中锋用笔。这是就是说近处的一个坡石，近处的一个坡石。结构线我们勾出来，然后皴，这皴的部分。这是前面的一个结构，我们再画后面的结构啊。结构也是从前面往后一层层的去推，这是后面的一个结构，都是啊，先勾后皴。这是那个树后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虚一点，稍微的虚一点。我们山石也是啊，画的时候前面稍微重一点，越往后面的山石，它的墨色呀，它也会变化，也是在墨上是变得稍微的淡一点，稍微淡一点，对吧？这是前面的山石，墨色稍微重一点，让它墨色越来越淡。一个是在这个钩的结构上，我们有一个远近的关系处理，在墨色上，我们也要有个重墨、大墨一个空间的处理关系。我们再画中景的，这是近景的啊，两组山石。我们画中景的啊，就是中间的部分，一个山石。调大墨，清水调大墨，调大墨，稍微的，哎，也是啊，中锋提摁转折，哎，结构线。看，我们先交代
山石的结构线。哎，这就是稍微的构出大体的结构线。你可以用侧锋、皴擦，哎，皴擦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用侧锋；我们勾结构线呢，用中锋，哎，皴擦一下，把山石的结构处理一下。我们上面那个山石照到的这个阳光照的地方，我山石结构稍微简单一点，稍微勾的简单一点，用笔呢也稍微少一点。山石那个暗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结构稍微多一点，哎，稍微多一点。哎，墨色也稍微的有点变化啊。看上面的墨也是稍微的，哎，比下面的墨稍微淡一点，线条呢也是细一点，都有个变化啊。老师是下午3点半直播啊，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，开播就有提醒的。调墨，这是近景的啊，这是中景的一组山石。哎，我们稍微的再有个变化，因为这个山石是竖的，我们要后面加一个稍微的有一点横的一个山石，稍微横一点的山石。这样我们把水口的位置啊，一定要留出来。然后这是左边的，我们画的时候啊，可以勾完结构线啊，我们皴的时候啊，可以皴擦同时进行，就是边皴边擦，就是能同时完成它。我们画山石，画那个右边的山石，这是中景的啊，稍微的摸，稍微的调一下。我们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耐心点啊。我们调墨的时候，不要说蘸上墨就画，稍微的啊，在这个调这个墨盘里边，哎，我们稍微的调一下，让那个墨和水呢充分的融合一下，这样我们画的时候，用墨的时候，它这个变化比较丰富。
这可以稍微的，哎，边勾边皴。这一位是中景的啊，一个小山石，我们不用哎勾的那么详细，稍微的侧锋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画中景，上面这是一组树的时候啊，我们稍微的和前面的树有个区分。前面的树啊，就是说我们看前面的这组树啊，比较高一点。我们到画中景的时候啊，我们树就稍微的比前面的树稍微的矮一点。也是啊，中锋画枝干，画树干的部分，画树干的部分。我们可以用打混点，就是说用笔啊侧锋，把这个笔尖的部分看一下，把笔尖的部分你稍微的侧着啊，我们这样横着点，横着点。稍微的，这是一棵树啊，这和前面的树啊，你看它在这个比例上，它会缩小。我们再画后边的啊，也是啊，中锋，中锋，中锋，画枝干啊，画枝干，画枝干的尾。艺术一定要有变化啊，一定要有变化。再处理一颗，稍微处理一颗。我们要这个点叶的时候也要有变化啊，稍微有点变化。这是横点，我们这样可以用勾线的啊，这种比较细的线条去点，稍微的在这个线上有个弧度，稍微有个弧度。然后我们可以
这个2棵点叶树中间啊，我们可以加一棵夹叶树，也是让它穿插，有个变化。不要说这个一丛树啊，全都是点叶的。我们可以画一棵夹叶的树啊，夹叶的树。这是点叶树和夹叶树相间这个树丛，这样画出的树丛感觉空间。加一座夹叶的树，可以在这个山石平台的位置啊，稍微，这是有夹叶有点叶的，我们这样可以画一个树枝的，让它有个区分。我们可以画这个点景的，这样子要有小桥，因为是比较窄的水这个小河，我们不要画那个太长的桥，稍微画一点比较窄的小桥就可以。也是啊，用我们这个勾线的这种小楷的就可以啊，点景的时候，淡墨，大家记住啊，淡墨、中锋，用我们的湿壁纸稍微的吸一下水分，墨一定要稍微大一点，不要太重啊。我们画一个比较小的，比较小的桥。比较小的桥，先画桥面啊，先画桥面，然后这个下边的，这是因为是木质的啊，都是木质的桥，稍微的留出我们点景人物所处的位置啊，这是要画点景的，我们先要留开，然后上面铺上我们的桥板。再画下面这个桥支柱的部分，我们桥支柱的部分，这是桥支柱的部分。我们画上面的建筑的时候啊，也要注意一下，也是啊，中锋
淡墨，稍微略干一点的啊，略干的线条，不要太湿。我们安排在树的后面啊，树的后面。用笔中锋，先画我们房子上面体积的部分，然后再画房顶，再画下面的山墙。哎，这是一个建筑啊，因为这是在树后面，这个部分是挡住的。然后再画一个不同方向的啊，不同方向的，这是不同方向的。然后点景，点景人物啊，也是这个勾线的笔，淡墨，稍微调淡的墨啊，稍微调淡的墨。我们把这个纸吸这个多余的水分，多余的水分，先画上面的，哎，这是戴着这个草帽的啊，一个，再画上身，上身，哎，下身的部分。要剪了要概括的画啊，不要画的特别详细。这点景人物只要把这动作画对就可以。然后，哎，这是回家，我们可以在那个房子的后边啊，我们添加一些树木，这一部分也可以稍微的点一点树，要特别淡的啊，不要太重。稍微的加一下比较淡的树木。看我们这个建筑的后面啊，也是稍微的画一点比较淡的、比较淡的树木，也可以画一点小的点。一定要和前面的树啊要区分开。
可以再画下面远处的这个，我们要这一部分啊，要处理成云。我们下面处理水口的位置啊，大家看一下处理水口。先画这个小河里边这个山石啊，水中的山石，水流中的山石，一定要有大小错落。大小错落有致。也是我们画近的，先画前面的部分啊，先画前面的部分，我们再画后面的山石。它要根据这个水流的位置，我们去画这个水中的这个小石头啊，要顺势而画，让水有个流动。这是我们画山石的时候啊，这个墨稍微的有点稍微重一点没事儿。但是画水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画水的时候啊，稍微的要淡一点。看，我们要是画这个远处的啊，到远处的水的时候啊，我们山石的时候也要墨色稍微淡一点，看稍微的淡一点，稍微的淡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画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下面的支柱，哎，一定要立到一个小石头上。然后我们可以勾这个，哎，水流，用淡墨啊，淡墨干笔，顺着这个我们画的这个水中的小山石啊，我们可以勾一下水流，哎，稍微勾一下水流。勾水流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不要用重墨啊，要用淡墨，用着淡墨轻轻的把水流勾出来。
哎，水流勾出来。这个画完树丛以后啊，我们稍微的都要用淡墨稍微的渲染一下啊，就是我们树叶的部分啊，稍微的渲染一下，用淡墨稍微的渲染一下。看，就是这种，哎，比较淡的墨啊，不要重，哎，特别淡，特别淡的墨。我们在这个叶子的部分稍微的用淡墨渲染一下，让我们叶子感觉更润一点，更硬一些。这样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，就是说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的厚度就出来了。稍微的染一下，就是我们点叶的部分啊，我们点叶的部分，你稍微的用淡墨渲染一下，稍微渲染一下。看这样呢，我们的树干啊就比较明显，也就比较明显了。哎，稍微的把这个叶子的部分渲染一下，都是用淡墨啊，不要用太重的。稍微的都渲染一下，都是用淡墨啊，都是用淡墨。都用淡墨稍微的渲染一下。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，就是点叶的时候也是，虽然都是点叶，但是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也要有个区别，有个色彩也有个区别。有的呢，我们可以点的颜色稍微偏青，可以有偏绿的，还有稍微偏黄一点的，在色彩上我们也要有一个区别。我们山石的部分也要稍微的擦染一下，擦染一下，加深一下山石的结构，也是用淡墨，也是用淡墨，看就是说比较调的比较淡一点的墨，哎，稍微的在我们刚才皴的部分、皴擦的部分，稍微的染一下，稍微染一下。一个是
为了这个山石的结构，然后呢，也为了增加一下山石的这个结构的厚度啊，山石的厚度，让人感觉这山石更硬、更厚重一些。哎，稍微的。咱们磨盘的墨可以天天去续的啊，不用去洗，朋友们，咱们画画的这个墨不用去洗，你就今天墨不够了，再往里边滴2滴就可以了。看这个调墨的时候啊，你看这墨都是在这个盘子的边体的时候，你可以用笔尖啊，不用说整个把那个毛笔摁到里边，稍微有笔尖的部分，哎，稍微占一点，在我们那个空白的位置，哎，稍微调一下就可以，稍微调一下就可以。你看这样呢，就是你虽然是有旧的墨，但是你调的时间长，它的墨和水充分的融合以后，哎，也就比较好用。稍微的渲染一下。我们后边云的位置，也要稍微的渲染一下。嗯，我们中景的山石，哎，我们在水口的位置啊，尤其水口的位置，我们墨稍微的染多一点，因为这个水是我们是留白的，所以说我们要用两边山石的这个墨色，去把这个水的白去衬托出来。我们开始上这个，就刚才这个颜色啊，刚才这个小品的颜色。因为这个我们画墨稿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墨等它干透以后，我们再上颜色。它容易这个如果是不干的话，容易这个墨容易会阴出去，和颜色融到一块儿了就。稍微的涮一下毛笔。我们先上那个树干的部分啊，赭石、淡墨，稍微加一下淡墨。我们要上树干的部分。啊，赭石加淡墨，稍微的渲染一下树干的部分。稍微渲染一下树干的部分。啊，就是说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，稍微的颜色一定要淡，不要太重啊，不要太重，稍微的淡淡的，渲染一下。我们小桥的部分也是用赭石加淡墨，稍微渲染一下，稍微渲染一下。还有我们这个树枝的部分啊，树枝的部分，稍微的用赭石加淡墨，尽量不要用纯赭石上啊，尽量不要用纯赭石上，稍微的在赭石里面加一点淡墨，
然后树叶的部分啊，我们刚才讲的树叶的部分，树叶的部分，稍微的用花青，这是花青，花青，稍微加一点淡墨，稍微加一点淡墨，让它调一种墨青色。我们画前面的叶子，老财，过来。稍微染前面的，稍微的，我们画的时候啊，叶子不一样，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也稍微有一点区别啊，稍微有点区别。比如说这个叶子，我们偏一点花青，偏一点偏青色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后边的稍微的加一点藤黄，让它稍微偏一点绿色。稍微偏一点绿色。稍微偏一点绿色，让它呢在颜色上，它也有个变化。稍微加一点绿色，这样这两棵这个树它就有了变化。然后呢，这边树也可以，稍微的加点黄色，让它稍微偏黄一点。这样我们的点叶树虽然是一样的点叶都是墨色，但是它的颜色上它也有了变化。花青，调淡墨，我们染一下，看这种墨青色，赭石不是赭石的花青啊，花青灰墨，调这种墨青色，加染一下。然后这棵树呢，我们稍微变一下，加一点绿色，加一点绿色，让它又不一样。又有不同，对吧？稍微加点绿色，这两棵树颜色也不一样，点的叶子也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。我们可以都要一个颜色有个变化，藤黄、花青，藤黄稍微多一点，稍微多一点，稍微多一点，我们可以稍微染一下后边的。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颜色，稍微的加一点这个三绿，稍微加一点三绿，它有一个是颜色的变化，但是它有一个统一的啊一个色调在里边，不要这个反差太大颜色。我们稍微的点一点颜色，让它和前面的这个花青色。Hello， 稍微的有个区别。
藤黄3缕，藤黄3缕，可以点一下，从远处的。它在这个点烟的时候也是啊，可以偏黄一些、偏绿一些，或者偏青色一些，都可以啊，都要有点变化。稍微有一点变化。看这个颜色就稍微的偏黄一点绿，这个呢就偏青一点的绿，对吧？它这个点叶它也有变化。我们夹叶的部分也可以用这个藤黄加花青，点一个底色啊，稍微点一个底色，稍微点一个底色。我们在上那个时青时绿的时候啊，都要在这个底色上要稍微加一点。稍微的和前面的啊，稍微的都要一个颜色上的变化，稍微有个变化。稍微的都点一下，让颜色呢它有个自然的晕开。这样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有个区别，和这棵树啊，我们也有一个区别，不要差别太大，但是稍微的有一点变化就可以。我们远处的要水分稍微多一点。这树的部分，我们山石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真绿，就是说用藤黄加花青，一点的藤黄，一点藤黄，再加一点花青，调一种真绿色啊，调一种真绿色，加清水，你稍微的染一下，稍微的染一下，稍微的我们把这个亮的部分啊稍微留一下，先不要涂，先不要把它涂颜，稍微的留一下。这样我们亮的部分稍微留一下。我们用清水，稍微的把它湿一下，把它让它颜色晕一下，晕开它。你稍微把亮的部分，我们用清水
让颜色呢自然的，稍微的晕开。稍微的染一下，就是我们结构线的地方啊，我们村的地方，你稍微染一下。这个地方是比较亮的啊，我们稍微的留出来，让这颜色呢顺着我们刚才的清水，让它自然的过渡。这样自然的过渡。啊，我们这个靠近水的位置啊，用花青加墨给渲染一下，让它比我们这个山石亮的部分呀，在颜色上有个区别，就是说稍微的重一点，稍微的暗一点。稍微的暗一点，这样呢，我们衬的这个水口啊，就比较亮，比较白。我们现在的山水一般都是那个留白法，我们传统的那个瀑布呢都是勾线，但是现在的山水都是留白法，就是用山石去把这个水口去挤出来，挤出白的水。稍微的花青、淡墨，也是用这种墨青色去渲染。稍微的，看我们山石暗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花青加淡墨去加染一下，就是山石我们这村的部分啊，村的部分，我们用这个花青淡墨稍微的加染一下。这样呢，感觉山石就是暗的部分，它会层次更多一点，颜色呢也会更丰富一些。我们可以在这个亮的部分稍微的有一点赭石，不要太多。稍微的有一点就可以，稍微的加一点赭石。看山石亮的部分啊，我们一直留的亮的部分啊，我们可以用三绿，这是三绿啊，稍微的和我们刚才调的这个墨青色，你稍微的调一下，稍微调一下。我们加在我们亮的部分，也稍微亮的部分，这样它颜色呢也有个融合，它这个会我们第一遍上的颜色呢，它有个融合，然后呢也不是特别的绿，它比较自然。我们上的比较薄啊，颜色特别薄。
因为这样呢，我们上完以后干了以后，我们觉得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再调整，就是不要一下上的太厚，我们想改就改不成，稍微的上一下，然后我们要画水的位置啊，不是画云的位置，我们要和水云的位置，我们稍微的打湿，把水的位置轻轻的打湿。还有我们上面啊，上面画这一块我们要处理云的位置啊，我们处理云的位置也是啊，稍微的要打湿一点，用清水啊，要用清水，我们轻轻的要把它打湿，要打湿一下。我们这幅没上赭石啊，我们就是用那个花青淡墨加这个藤黄调的一种真绿去打的底，因为我们整个是以那个青色为主的，我们没用赭石，稍微的在局部稍微的上了一点赭石。我们可以水多的时候啊，我们稍微的用吸水纸，轻轻的把上面的浮水，我们稍微吸一下，然后我们再上颜色，再染云和下面的水。我们上云和水的时候也是啊，用那花青淡墨调一种就是说墨青色去染，稍微的加一点点的淡墨，调一种墨青色，就是说花青稍微加一点淡墨，调成这种颜色。我们可以染水，水的位置稍微的在我们淡墨勾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的用颜色再渲染一下，稍微的渲染一下。稍微的渲染一下，谢谢啊，不上色，水墨色水墨只要是把水墨处理好了，稍微的上一点颜色，其实水墨也是挺好看的。我们可以稍微的薄薄的上一点颜色，给丰富一下。有的喜欢水墨的，有喜欢颜色的，我们那个以后的课程里面都会涉及到。
稍微的，在我们这个染淡墨水的部分，我们稍微的用这个墨青色，轻轻的渲染一下，加深一下我们水流的感觉。让大家一看这个水流动，流下来。那么后面可以交代一下水是怎么流过来的。我们上面这一部分处理的是云啊，我们看一下云。染云的时候也是啊，我稍微的花青淡墨，花青淡墨，然后呢，稍微的调匀，把颜色，加一点水。我们染云的时候啊，我们这是湿染法，这种染云的画法是一种湿云的画法，稍微的颜色稍微淡一点，把毛笔，我们要在这个盘子的边际把毛笔摁扁，然后稍微的颜色稍微淡一点，虚虚的染啊，不要一下染多重啊，稍微的虚虚的染一点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稍微的虚，用笔呀也是虚的啊，不是实的，用笔是虚的啊，稍微的染一点，因为这是画的这个，就是说早上这种感觉，所以说稍微的都是说偏一点这个青色。看，特别淡的啊，特别淡的颜色，稍微的染一下。我们要画远处的云的时候，因为是远处的云，就是说带状的比较多，对，带状的云，这是远处的，要轻，颜色要轻，边缘呀也稍微模糊一点，不要交代的那么清楚啊，因为是远处的云，我们稍微的颜色稍微淡一点。看我们远处的啊，都是这种带状的云，因为是远处的，我们就是带状的云，稍微的这个边缘啊模糊，不要说处理太清楚。到我们近处的时候啊，我们画云的时候，稍微的把这个结构啊，也可以的稍微的清晰一点。稍微的近处的云也是啊，不要一下特别重，稍微都是特别淡的啊颜色去处理。近处的时候看远处的云，我们是带状的，到近处的云呢，我们稍微的处理一下形状，稍微的有点形状就可以了。这是近处的云，稍微的再加一下近处的，我们觉得颜色不够哈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，稍微加一点。我们上面
虚的部分啊，云上的虚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清水轻轻的分染一下。这是云的画法。稍微的，哎，我们把靠近水口的位置啊，稍微的都稍微染一下，还是用这个花青淡墨这个调的墨青色啊，就这种墨青色，看到吗？就这种墨青色，我们稍微的哎染一下。我们染色的时候啊，就是说一遍不够，两遍，两遍不够，三遍，这是一层一层的加上去的啊。用特别淡的颜色一遍遍的加上去的，这样染出的颜色呢才亮才透，它不会糊，就是说颜色会墨把那个墨都吃掉。嗯，嗯。听因为老师那个正面的镜头是在录。